不过那机打跟手打有什么区别？没区别，手打算你另外价钱，机打又不是这个价格。那你还是算我机打的价格。不算你钱，算你钱能到你破产。我来，来。唔知天地幾簡單。來啊！承认我刚刚说话有点大吗？少說話啊！这个水温的话不能全开，差不多70、80度吧。咱们把这个丸子放进去。OK 啦。哇，3分焖的。鸡蛋，再焖个20分钟就可以开火。好圆啊！圆。阿刚拍到技术，辛苦嘞！来，给我来一个板凳啊 ！OK。哇哦，哇，这样子在路边见过哎。也给你来个板凳哈。你也吃上了。哎呀，完全不像食堂那么陡的。哦。这个是正宗的牛肉面呢。你这个有点类似以前那种老人家嘛，坐在那种巷子里面，然后边吃东西边3分。给爸妈养老做的100件事，耗时17天，整治鱼塘，牵引泉水。简简单单，在家养个泉水寻龙鱼。做这个事情之前，其实我已经决定了要好好挑战一下自己。寻龙鱼，蛮难养的。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鱼类，也被称为水中的活化石嘛。据说还跟恐龙是同个时代的。当然了，咱们所要养的并不是真正的寻龙鱼，而是市面上通过很多手段去培育出来的一个杂交鲟。但同样是鲟嘛，所以说它的条件还是同样苛刻的。水的一个深度要求是很高的，它必须生活在深水区域，水质的要求，纯度要够，水必须要有流动性，就是活水。它的肉质呢非常鲜美，全身上下没有细小的那种硬刺，很适合老人家呀、小孩吃，可称为清蒸鱼中的上品。不过讲了这么多，咱第一步的事情还是得先把家里的这个鱼塘给稍微整顿一下吧，也是时候该面对这个沉淀了2、3年雨水的池子了，里面有很多青苔，很多有的没的，咱们给它清洗完，然后再放鱼进去，这样子就给它排出来了。他们再用这台抽水泵助力一下，抽的比较快，不然这个水池有5、6米，哇，排出的水还会汇入到别人的农田。整了3个多小时，像这个事情的话，真的得自己亲手去做才有意义，毕竟是为父母养老准备的。掏网给我一个，哇，你的井里生了好多小鱼啊，小心一点啊！来吧，哇，这一些原住民是早期兵哥放的，养了也有2年多了，因为要清理鱼塘嘛，今天得先给他搬个家了。放那个塑料桶里面哈。太脏了，太脏了。比如说像这种鱼塘不清的话，养出来鱼怎么会好吃？它养久了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鱼的排泄物啊、饲料的沉淀，不清鱼塘养出来鱼吃起来会有土腥味。捞上去。啊，不好搞啊，这个。终于搞完了，从早上8点忙到现在7点多。鱼塘全都准备就绪了，那咱们的第2件事情当然就是搞定泉水。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泉水循环系统。当时去山上嘛，就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泉眼，直接是从最山顶流下来的，清澈见底。你们看，这个人直接喝吧，可以的。甜的，这个味道很甜，24，非常棒的。值越低的话，它里面含铁的一个量就越低，越纯嘛。山泉水怎么引呢？你可以通过导引管的方式把它引到山下，水中它是肯定含有矿物质的，但是它没有一些藻元素，微量的藻元素是有利于鱼类的生存嘛。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在山中央建了一个中转站，搞一个大的蓄水池，山上的水流到蓄水池，再通过蓄水池汇入到咱们的鱼塘，那中间会过几道水渠，在水流动的过程中啊，把一些杂质啊，还有一些微量藻元素顺带的带入进去，水的纯度还有29，质量过关。然后等咱们这个泉水漫到水池一定的点的时候，它有个孔会自动排出，这边流这边排，就产生了一个比较 low 的循环系统。
今天是第3天，水池已经都蓄满了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它第二个要求来的，水温必须在25度以下。那么南方的天气最近天天高温，你说水里的温度有多少？还得再做点功课啊，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我想在水面上装一个水雾喷射器，可以在中午的时候隔绝阳光直射在水面的这种热气，增加增氧机。增氧机一打起来的时候，就可以让整个鱼塘的一个水温产生平衡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来放鱼苗了。这个鲟鱼的鱼苗在我们这边买不到，那唯一的途径就是从网购。所有的快递全部到了，不过最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。这一些全挂了吗？真的是有点没信心了。这一箱好像也有点呛啊，全军覆没，这都死了好几天了都，拔凉拔凉的。最终到手活下来的也不过仅有5成。咱们现在得隔着袋子，然后先扔到鱼塘里面，让它适应水温。你看这个，小时候就长得这么霸气了，尖嘴，还披着一身鳞甲，对吧？这一只一看就非常矫健。我这边还同步买了一些鱼苗，其中有那个大头鱼，它主要是可以吃咱们水里的这些鱼排出来的粪便，能够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。还有就是鲫鱼，它可以吃一些植物碎屑。还有一个就是青鱼，比如说咱们边缘如果是有一些滋生的细菌啊什么之类的，长出福寿螺，有青鱼在的话就不用担心。最主要的就是说，这3种鱼类的话都不会大鱼吃小鱼，你反正放下去之后，它们都可以和谐共存。下水吧。原住民先给它放进去，来，走吧，回归你们的家，去吧。今天跟明天就不能撒鱼料了，因为鱼缸下水的话，得让它适应一下环境。现在是鱼放下去后的第3天，发现了几只小鲫鱼，还有一条鲟龙鱼挂掉了。往后的第4天、第5天、第6天都有挂掉了一些。天哪！我问了客服，他跟我说，最近可能下雨比较多，然后鲟鱼又是对温差比较敏感的，所以产生了应激，免疫力下降了，就挂掉了。再观察看看吧。第11天，目前水面上已经看不到有死掉的鱼浮上来了。那我估摸着里面的一个鲟龙鱼存活下来，应该还有20来条吧。真难啊！它吃的鱼料都是属于这种沉底料，跟虾料啊，还有这种黄鳍鲷的料是一样的。都是高蛋白，一袋100多块啊！希望不要给我白嫖。咱们现在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观察了，接下来就把泉水的这个循环开起来。因为福建地区真的是很喜欢下雨，这个藻类微生物的话，其实已经变得很多了。水让它流动着，可以及时去替换，也不会影响水质。还有就是得频繁的去测温，总之温度得控制在25度左右。天气好的时候你得测，下雨的时候你也得测。如果是说温度太高的话，咱们还是得及时开启这个增氧，还有这个喷洒模式，让它温度降下来。又差不多过了3天，水中的藻类啊，好像平衡了许多，池子也没有之前那么绿了，还有这些鱼的活跃度也提高了不少，成群结队，你看。浅水区的话是锦鲤跟大头鱼嘛，深水区的话是鲟龙鱼跟青鱼。他们在我打造的这个小家里面和谐的生活着，看起来真好。总之啊，养鱼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新的尝试，以后就慢慢学慢慢干吧。它挺有意义的，不单单只是说为自己而做，也是为爸妈而做的。能让他们在家里吃到这种现捞的泉水鱼，而且还是这么特别的鱼，真的是非常的酷。我也想说把父母养老这件事情啊当做一种事业去做，让他们在农村能喝到这种干净的水，吃到生态的东西，那一切就非常值得了。加油，一定能养成功。